第一课，雨天。嗨，安娜，看来又下雨了。嗨，约翰，是的，一整天都在下雨。我希望它能尽快停止，我不喜欢被淋湿。我也是，但是有时候雨会让人耳目一新。的确如此，很高兴听到雨滴的声音。这也是待在室内读书的好借口。绝对可以，我喜欢在下雨天读一本好书。这是放松身心的好方法。你有最喜欢的雨天活动吗？我喜欢在厨房看电影或尝试新食谱。这听起来很有趣，我也应该尝试煮点新东西。这是尝试不同口味的绝佳机会。说到口味，下雨天喝杯热茶怎么样？哦，是的，一杯茶听起来很适合下雨的天气。它既舒适又舒缓。在阴沉的日子里，它绝对有助于振奋精神。我同意，一杯简单的茶能让你感觉更好，真是太神奇了。如果你拥抱下雨天，可以变得舒适而宁静。你说的对，我应该学会更多的欣赏下雨。有时候，放慢脚步，享受这些小事是件好事。我会记住的，谢谢你的提醒。第二课，支持和鼓励。嗨，安娜，你能帮我一个忙吗？嗨，约翰，当然，你需要什么？明天我有一个重要的演讲，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绝对可以，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你需要什么建议？我想确保我的演讲引人入胜且令人难忘。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首先，请确保结构清晰。我应该如何开始演示？从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引人入胜的开场开始。对开场有什么建议吗？你可以从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或一个有趣的事实开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那主要内容呢？将其分解为关键点，并用事例或数据为其提供支持。我一定要包括相关的例子。视觉效果怎么样？视觉辅助工具可以增强您的演示效果，在适当时使用图表或图像。好主意，我会准备一些视觉效果，以使其更具吸引力。太棒了！记得说话清晰并与观众保持眼神交流。我会练习我的配送，以确保我能自信的交付。这很重要，信心有助于保持观众的参与度。谢谢你的建议，安娜，感谢你的支持。
不客气，约翰。在你的演讲中我会想你的。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你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你明白了，约翰，做你自己，展示你的专业知识就行了。我会尽我所能做一个令人难忘的演讲。再次感谢，安娜。莫问题，约翰，祝你好运，我知道你会做得很好。我会告诉你情况如何，稍后再和你谈谈，安娜。第3课，尊重与礼节。嗨，安娜，我今天在排队等候时注意到了一些东西。嗨，约翰，你注意到了什么？有些人正在排队和排队。那不太好，每个人都应该等着轮到他们。没错，表现出尊重并遵循适当的礼节很重要。我完全同意，按顺序排队对他人不公平。它会造成挫折感，并可能导致冲突。绝对可以，我们应该以我们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是尊重和良好举止的基本原则。没有人喜欢被推或排队占据自己的位置。重要的是要耐心等待轮到我们。耐心确实是一种美德，它表现出自我控制和对他人的考虑。它有助于维持一个和平与有序的环境。的确如此，当每个人都遵守规则时，会更加愉快。此外，它为其他人树立了值得效仿的积极榜样。没错，尊重的行为可以产生友善的多米诺效应。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周围的人。是的，一个小小的尊重行为可以大有帮助。因此，让我们注意自己的行为，尊重他人。同意，这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种简单而有力的方式。说得好，安娜，让我们以身作则，在日常生活中促进尊重。我很高兴我们站在同一页上，约翰，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当然，安娜，感谢您与我讨论这个重要话题。不客气，约翰，与你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总是很高兴的。同样，安娜，保重，让我们继续传播善良和尊重。第4课，制定计划。嗨，安娜，我对周末有个主意，想听吗？嗨，约翰，当然，我全神贯注。你的想法是什么？去山里远足怎么样？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计划。我喜欢在户外度过时光。这将是在大自然的包围下度过一天的好方法。
我同意。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景。我们可以打包野餐，在美丽的风景中吃午饭。这听起来很令人愉快。我会准备一些三明治和零食。完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放松和享受美食的好地方。也许可以拍一些照片来捕捉回忆。好主意，能记录下我们的冒险经历会很不错。我们还应该带上地图，确保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安全第一，我们不想在荒野中迷路。绝对可以。我们还要事先查看天气预报。对，我们应该为天气的任何变化做好准备。这将是逃离城市喧嚣的一种有趣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我很期待，大自然有办法让灵魂恢复活力。确实如此，我等不及要探索群山之美了。我也是，这将是一次充满宁静和宁静的冒险。听起来像是恢复活力和欣赏大自然奇观的完美方式。我很高兴你能上船，安娜，在一起将是难忘的一天。当然，约翰，让我们充分利用它，创造持久的回忆。同意，感谢你和我一起参加这次户外活动，安娜。不客气，约翰，我为我们的山地探险感到兴奋。我也是，让我们为一个美好的周末做好准备。待会见，安娜。第5课，环境意识。嗨，安娜，你看过有关气候变化的最新消息吗？嗨，约翰，是的，这很令人担忧。地球需要我们的关注。绝对可以，这提醒我们，我们都可以扮演一个角色。我们需要下定决心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没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变化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减少我们的碳足迹和节约资源很重要。我们可以从使用节能电器和 LED 灯泡开始。还可以在不使用时关闭灯光和电子设备。没错，我们还应该限制用水量并修复任何泄漏。节约用水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地区。我们也可以选择可重复使用的产品，而不是一次性物品。绝对可以，自备袋子和水瓶以减少浪费。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回收利用，这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垃圾填埋场废物的简便方法。对，妥善分类我们的废物，并尽可能进行回收利用。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
我们可以支持当地的保护工作并选择可持续的产品。而且，我们不要低估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共享信息和教育他人是创造更绿色未来的关键。我们可以共同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这是一项集体努力，需要奉献精神和毅力。为了我们的星球和子孙后代，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当然，约翰，让我们成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看到的改变。我很高兴我们有同样的承诺，安娜，让我们也激励他人。当然，约翰，我们的决心可以点燃一场全球运动。谢谢你和我讨论这个重要的话题，安娜。也谢谢你，约翰，让我们继续提高认识，保护我们的地球。同意，团结起来，我们可以有所作为。保重，安娜。第6课，制定旅行计划。嗨，安娜，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即将到来的假期。嗨，约翰，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你在想什么？我还没有做出决定，我想在预定任何东西之前和你讨论一下。我很高兴你想让我参与决策过程。当然，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有价值，我重视我们的伙伴关系。对你很体贴，约翰。那么，有哪些选择呢？好吧，我在想我们要么去海边，要么参观一座历史名城。这2个选项听起来都很吸引人，你能告诉我更多关于每一个的信息吗？海滩上有阳光，沙滩和水上活动，会让人放松身心。听起来很棒，我可以花点时间放松一下，沐浴阳光。另一方面，参观历史名城将丰富教育和文化。我喜欢学习历史和探索新地方，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参观博物馆，漫步古老的街道，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我倾向于这座历史名城，但我愿意听到更多关于海滩选择的信息。我明白，让我们权衡一下每个目的地的利弊。这听起来是个好方法，我们可以考虑天气、成本和可用活动等因素。绝对可以。我们还应该考虑旅行距离和任何出行限制。好主意，在计划我们的旅行时，安全应该是重中之重。一旦我们收集了更多信息，我们就可以共同做出明智的决定。我很欣赏你的合作方式，约翰，它使决策过程更容易。我相信共同决策和考虑彼此的偏好。它体现了尊重，并加强了我们作为旅行伙伴的纽带。这就是我的目标，安娜。
让我们继续研究和讨论我们的选择。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我很高兴看到我们最终会走向何方。我也是，安娜。我很重视你的意见，期待着共同计划这次旅行。同样，约翰，这将是一次难忘的冒险，让我们互相了解最新情况。当然，安娜，我们会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决定，稍后再和你谈谈。第7课，探索意大利建筑。嗨，安娜，我一直在研究旅行目的地，对我来说，参观意大利绝对是最引人注目的。嗨，约翰，意大利以其丰富的历史和令人惊叹的建筑而闻名。我很感兴趣，告诉我更多。好吧，意大利是罗马斗兽场和比萨斜塔等标志性建筑的所在地。这些确实是非凡的地标，我能想象它的宏伟和美丽。绝对可以，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宏伟的大教堂，例如梵蒂冈城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些宗教建筑的建筑令人敬畏，我很想亲眼目睹。意大利还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包括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和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和对细节的关注是无与伦比的，见到它们将是一个梦想。而且，如果我们探索城市，我们会遇到具有独特建筑风格的迷人街道。我听说过像威尼斯这样风景如画的城镇，那里有错综复杂的运河系统和漂亮的桥梁。是的，威尼斯以其浪漫的氛围和令人惊叹的威尼斯哥特式建筑而闻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童话般的目的地，我能想象乘坐贡多拉穿越运河。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城市是佛罗伦萨，它以其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博物馆而闻名。佛罗伦斯在我的遗愿清单上，我想看看大教堂和老桥。这将是一场建筑界的视觉盛宴，历史与美的融合令人着迷。我同意，约翰。建筑如何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和遗产令人着迷。绝对可以。意大利的建筑奇迹证明了人类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我深信不疑，约翰。让我们开始计划探索意大利建筑宝藏的旅行。听起来棒极了，安娜。我们将沉浸在历史中，惊叹于建筑奇迹。我等不及这次冒险了。意大利，我们来了。确实，安娜，这将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让我们充分利用它。谢谢你分享你的热情，约翰，让我们在意大利创造持久的回忆。也谢谢你，安娜，你的兴奋使旅程更加特别。第8课，探索活动选项。安娜你好，你想过我们的假期有哪些活动吗？嗨，约翰，不，我没有。
我愿意探索不同的选择。你有什么想法？好吧，我们可以去山里徒步旅行，在海滩上尝试水上运动，甚至去城市旅游。徒步旅行听起来像是与大自然联系和欣赏壮丽景色的好方法。绝对可以，这是一个挑战自我，发现荒野中隐藏的宝石的机会。我不是一个徒步旅行者，但我愿意尝试一下。这可能是一次冒险。这就是精神，安娜。我们可以从一条简单的路线开始，然后逐渐增加难度。听起来像个计划。您还想进行哪些其他活动？如果我们选择海滩，我们可以沉迷于冲浪、浮潜甚至划桨等水上运动。我一直想尝试冲浪，这似乎令人振奋，是在水中玩乐的好方法。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安娜。我们可以一起上课，乘风破浪。算我进去，我很高兴能乘上我的第一波浪潮。活动清单上还有什么？对于城市之旅，我们可以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历史地标，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探索城市丰富的历史和艺术场景听起来很迷人。我是博物馆的忠实粉丝。太棒了，安娜！我们可以欣赏著名的艺术品，了解不同的文化，扩展我们的知识。我很期待。我们可以通过旅行和新体验学到很多东西，这真是太神奇了。当然，安娜，旅行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有3种选择：徒步旅行、海滩活动和城市旅游。很难选择。我同意，每个选项都提供独特的体验。也许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别的活动结合起来。这是个好主意，约翰。我们可以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体验，并充分利用我们的假期。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全面的体验，并享受每一刻。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开始计划行程，确保一切都准备就绪。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我们将度过一个充满冒险的假期，留下值得珍惜的回忆。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踏上这段旅程了，约翰。这将是惊人的。同样，安娜，让这次旅行令人难忘。我们正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谢谢你的热情和想法，约翰。我们将共同充分利用我们的活动。也谢谢你，安娜。你的经历和尝试新事物的意愿使体验变得更好。这是团队的努力，约翰。让我们把这个假期变成一个看书的假期。当然，安娜，我们将有故事要讲，有终生难忘的回忆。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创造那些回忆了，约翰。让我们开始计划吧。当然，安娜，是时候将我们的想法变为现实了。让冒险开始吧。第9课，旅行时长。
嗨，安娜，在计划旅行时，这取决于你有多少时间，但我建议至少2周。嗨，约翰，我同意。2周可以带来更身临其境的体验和充足的探索时间。没错，它使我们有机会参观多个目的地，真正沉浸在当地文化中。我认为在参观主要景点和享受悠闲时光之间取得平衡很重要。绝对可以。我们不想匆忙完成所有事情，但也想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2周将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研究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它还将使我们有机会冒险走出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隐藏的宝石。我喜欢走出旅游线路，发现一个地方的真实本质。那才是真正的魔法发生的地方，安娜。探索鲜为人知的景点通常会带来难忘的经历。2周还将为我们在度假期间提供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和恢复活力。没错，重要的是要有休息时间，不要因为拥挤的行程而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可以花几天时间悠闲的散步，品尝当地美食，或者干脆在沙滩上放松身心。听起来很完美，安娜。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放慢脚步，品尝周围的美景。在2周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计划1日游或附近景点的短途旅行，而不会感到匆忙。没错，它使我们能够灵活地做出自发的决策，并在基地以外的地方进行探索。2周似乎是获得充实而全面的旅行体验的理想时长。我完全同意，安娜。她在冒险、放松和文化沉浸之间取得了平衡。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在假期中留下持久的回忆。当然，安娜，2周将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充分利用每一刻。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踏上这段旅程，约翰。这将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同样，安娜，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2周，创造终生难忘的回忆。感谢您的见解和建议，约翰。我很感激你周到的旅行方式。也谢谢你，安娜。你的热情和探索意愿使旅程更加精彩。这是团队的努力，约翰。我们将一起让这次旅行令人难忘。当然，安娜，让我们开始计划吧，让我们的2周成为一次难忘的经历。第10课，探索选项。你好，安娜，你能推荐一个网站或应用程序让我浏览各种内容的不同选项吗？嗨，约翰，当然。你听说过 Explore Now 吗？这是一个很棒的平台，为不同的兴趣提供了多种选择。听起来很完美，安娜。我正在寻找一个提供广泛选择的平台。Explore Now 有旅游、餐饮、娱乐等类别，您可以在每个类别中探索不同的选项。这正是我需要的。
在做出决定之前，我想浏览和比较不同的选择。使用 Explore Now， 您可以阅读评论、查看照片，甚至查看某些活动或服务的空房情况。这很方便，在做出选择之前，掌握所有必要的信息很重要。绝对可以。Explore Now 还具有用户友好的界面，便于浏览和查找所需内容。很高兴听到，用户友好的平台使浏览体验更加愉快。你可以考虑的另一个选择是 Choice Finder， 它为各种偏好提供了精选的选项列表。这听起来很有趣，有时候选择太多会让人不知所措，因此精心策划的清单可能会有所帮助。没错， Choice Finder 可根据您的喜好缩小选项范围，从而节省您的时间。这正是我需要的，独自搜索无数选项可能很耗时。Choice Finder 还根据您之前的选择和兴趣提供个性化推荐。这是一个很棒的功能，它有助于发现符合我的喜好的新事物。你可能会觉得有用的另一个选项是 Browse All， 这是一个涵盖广泛类别的综合平台。这听起来很有希望，能够访问各种类别，可以确保我能够找到满足不同需求的选项。Browse All 允许您根据位置、价格范围和用户评分筛选搜索。太棒了！筛选选项可以更轻松地在所需条件下准确找到我想要的内容。此外， Browse All 还为每个选项提供详细描述和经常更新的信息。这很重要，准确和最新的信息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绝对可以。在探索不同的选择时，拥有可靠的信息总是件好事。谢谢你的这些建议，安娜。Explore Now、Choice Finder 和 Browse All 似乎是我开始浏览之旅的绝佳平台。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享受探索的乐趣，我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谢谢你，安娜。我很高兴能潜入这些平台并探索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玩得开心，浏览愉快，约翰。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些引起你兴趣的东西。感谢你的支持，安娜。我一定会和你分享我的发现。我很期待听到你的发现，约翰。享受浏览冒险吧。谢谢你，安娜。我会随时向你通报最新情况，在这里寻找完美的选择。第11课，寻找完美的太阳镜。安娜你好，我想是时候为即将到来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找到完美的太阳镜了。嗨，约翰，我同意。一副好的太阳镜不仅时尚，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有害紫外线的伤害。当然，您对从哪里开始寻找完美的太阳镜有什么建议吗？
好吧，我们可以先参观一些当地的眼镜店，它们通常有多种选择可供选择。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试穿不同的鞋子将帮助我们找到完美的合身度和风格。我们还可以查看在线零售商，他们通常种类繁多，并且可以方便地送货上门。在线购物可能很方便，尤其是当我们有特定的偏好时。绝对可以。我们可以在家中舒适地浏览不同的款式、镜框和镜头选项。的确如此，我正在寻找带有偏光镜片的太阳镜，以减少眩光和提高能见度。偏光镜片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它们提供更清晰的视野和更好的保护。没错，考虑镜片的颜色也很重要。不同的颜色提供不同水平的对比度和透光率。这是个好观点。我们可以选择适合我们个人风格并增强视力的镜片颜色。我也对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感兴趣，保护我们的眼睛免受有害射线的侵害至关重要。紫外线防护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寻找能提供100%紫外线防护的太阳镜。同意，我们还应该考虑框架材料。我更喜欢轻质耐用的选项，例如钛或醋酸纤维。框架材料会影响舒适性和耐用性，找到适合我们偏好和需求的材料很重要。我认为我们还应该考虑太阳镜的形状，不同的脸型更适合特定的样式。的确如此，我们可以从飞行员、徒步旅行者、猫眼造型以及许多其他与我们的面部特征相得益彰的风格中进行选择。尝试不同的形状会很有帮助，看看哪种形状最适合我们。绝对可以。尝试不同的款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哪些款式适合我们。我很高兴找到一款既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又能彰显时尚气息的完美太阳镜。我也是，约翰。让我们把它变成一种有趣而愉快的体验。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完美的太阳镜。我对此毫不怀疑，安娜。凭借我们对细节和风格偏好的关注，我们将找到理想的鞋子。让我们把它列为优先事项，花一些时间来探索不同的选择。完美的太阳镜在等着我们。当然，安娜，让我们开始这个太阳镜探索之旅，在保护眼睛的同时彰显时尚气息。我很期待，约翰。在这里，我们要找到一款既能增强我们的视野，又能增强风格的完美太阳镜。为之干杯，安娜！让我们开始寻找完美的太阳镜吧。第12课，美术馆。嗨，安娜，我在美术馆找到了一个新展览，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计划。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你好，去美术馆听起来很令人兴奋。我们下午3点在那里见面怎么样？3点钟对我有用。
我会把它标记在我的日历上。在参观展览之前，我们应该喝杯咖啡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在2:30左右在画廊附近的咖啡店见面。在我们深入研究艺术之前，这将给我们一些时间聊一聊。完美，我喜欢一边喝咖啡一边讨论艺术。我很期待我们在画廊前的对话。我也是，约翰。听到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总是很有趣。绝对可以，艺术可以激发有意义的对话和联系。确实如此。我对展览的主题很好奇，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吗？是的，这是一个关注环境可持续性和气候变化的当代艺术展览。这是一个及时而重要的话题。我很想知道艺术家如何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里也一样，艺术具有提高认识和激发思考的独特方式。艺术如何传达文字有时难以表达的信息和情感，这真是令人着迷。我完全同意，安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如此迷人且发人深省。我很高兴我们对艺术有同样的欣赏，这将使我们的画廊参观更加愉快。当然，一起探索艺术为体验增添了另一层深度。我还建议我们花点时间参观展览，吸收和欣赏每件艺术品至关重要。我完全同意，匆忙穿过画廊会减少艺术品的影响力。让我们让自己充分展现并沉浸在艺术之旅中。这听起来像个计划，安娜。我们会花点时间，让艺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我们说话。我对我们的画廊参观感到兴奋，这将是一个充满艺术和对话的美好下午。我和你一样兴奋，安娜。正是这样的时刻，让生活更加充满活力和充实。绝对可以。让我们抓住机会体验艺术，在更深层次上建立联系。我等不及我们充满艺术气息的下午了。感谢你提出这个计划，安娜。不客气，约翰。很高兴与您分享这些经历。在画廊见。那里见，安娜。期待我们一起的艺术冒险。第13课，可调节表带以实现完美合身。你好 ，Anna。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大多数帽子里面都有可调节的带子，非常合身。你好，是的，我有。这是一项很棒的功能，允许我们根据头部大小自定义和深度。当然，这比仅依靠固定大小的帽子要方便得多。我同意。可调节的束带确保每个人都能舒适的佩戴，无论他们的头部大小如何。它在网上购买帽子时特别有用，因为我们无法事先试穿。的确如此。有了可调节的带子，
即使帽子送达时略大或小于预期，我们也可以微调和深度。我还注意到可调节表带在手表中很常见，它们可以更轻松地实现舒适的手腕贴合度。是的，可调节表带非常棒，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表带的松紧度或松动度。这比拥有一个可能不太适合的固定尺寸的表带要好得多。绝对可以。合身的表带可确保手表保持原位且不会滑动。的确如此，它对舒适性和功能性都很重要。可调节表带不仅限于帽子和手表，我也见过他们穿鞋子。真的吗？我不知道，可调节带在鞋子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在某些鞋子中，它们使用可调节的肩带或鞋带，使我们能够根据需要收紧或放松合身度。这很有趣，它一定对脚宽或足弓高度不同的人有帮助。没错，它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并确保更适合各种脚型。可调节表带似乎是实现与许多不同产品完美契合的实用解决方案。它们无疑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更舒适。这是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功能。我同意，安娜。令人惊讶的是，如此简单的创新能够极大地增强我们的整体体验。绝对可以。它表明，周到的设计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将来我一定会寻找带可调节表带的产品，它们具有多功能性和更好的合身性。这听起来像个计划，约翰。我们购买的产品的舒适性和可调节性始终值得考虑。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拥抱可调节表带提供的便利和完美贴合感。当然，约翰，这些小细节可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说得好，安娜。这里有舒适又合身的帽子、手表、鞋子等等。第15课：欣赏技巧和最喜欢的艺术家。嗨，安娜，你看过那个魔术师的最新表演吗？我真的不喜欢喝茶，但我很欣赏他的技巧。你好，我还没看过，但我听说过关于他的魔术的好消息。如果这不是你的喜好，那就足够公平了。是的，魔术表演通常不会吸引我，但我可以佩服表演魔术表演所需的奉献精神和才华。绝对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魔术师如何创造幻象并使我们敬畏。那么，谁是你最喜欢的艺术家或表演者？真正吸引你的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里有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是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我会说我最喜欢的是一位名叫米娅的当代舞者。哦，我听说过米娅，她的表演以其优雅和情感深度而闻名。是的，没错，她通过动作传达情感的能力非同寻常。令人着迷的是，
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唤起我们内心如此强烈的情感？当然，每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见证他们的创造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同意，艺术有一种连接人们和触动他们心灵的方式。这就是艺术之美，它使我们能够以深刻而有意义的方式探索和体验情感。绝对可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最爱，这真是太棒了。是的，我们的偏好为艺术世界增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那么，除了米娅，还有其他艺术家或表演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哦，当然，我很欣赏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古典钢琴家的作品，他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我也听说过他，他的钢琴技巧非常出色，他为音乐带来了极大的激情。是的，他的表演有能力将你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艺术家如何创造一种超越我们日常现实的体验，真是太神奇了。这就是艺术的魔力，它使我们能够逃脱、反思并与更大的事物建立联系。这是真的，艺术有能力以言语通常无法做到的方式激励和振奋我们。绝对可以，这是一种通用语言，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理解和欣赏。我很高兴我们能欣赏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从各种艺术家的才华中找到快乐。我也是，约翰，它证明了艺术世界的广阔和美丽。确实，让我们继续探索和庆祝各种形式的艺术，从魔术到舞蹈、音乐等等。我完全同意，约翰。向那些丰富我们的生活并为世界带来美的艺术家致敬。为之干杯，安娜！愿我们总能在周围的艺术中找到灵感和快乐。第16课，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之间进行选择。你好 ，Anna。说到技术，你认为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更好吗？这取决于您的需求，但平板电脑提供更多的存储容量。你好，这实际上取决于你要用它做什么。平板电脑非常适合便携性和娱乐，但笔记本电脑提供更多功能。的确如此。如果您需要一台设备来完成诸如编写文档或编辑照片之类的生产力任务，则笔记本电脑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绝对可以。笔记本电脑通常具有更大的处理能力和完整的键盘，这使得它们更适合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但是，如果您主要消费媒体、玩游戏或浏览互联网，则平板电脑可能是一种方便而多功能的选择。是的，平板电脑重量轻，易于携带，并提供触摸屏功能，可以增强某些任务。平板电脑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提供更大的存储容量。与大多数笔记本电脑相比，您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存储更多的应用程序、文件和媒体。这是个好观点。如果您想随身携带很多电影、音乐或照片，平板电脑可以提供充足的存储空间。
另一方面，笔记本电脑通常配备更大的屏幕，这对于需要更多视觉空间的任务可能很有帮助。没错，如果您正在处理复杂的电子表格、视频编辑或图形设计，则笔记本电脑上的更大屏幕会更加舒适和高效。笔记本电脑也往往有更多的连接选项，例如 USB 端口、以太网端口和 HDMI 输出，这对于连接外部设备很有用。的确如此，平板电脑通常具有较少的端口，并且更依赖无线连接。在做出决定之前，值得考虑您的特定需求和偏好，考虑你将要执行的任务和你需要的机动性。当然，评估您的优先级将帮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生活方式和使用模式的设备。归根结底，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性，这是为了找到满足您需求的适当平衡。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权衡利弊，并根据你最看重的东西做出明智的决定。那么，如果你必须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之间做出选择，你会倾向于哪一款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倾向于笔记本电脑，因为我经常写作和编辑，但我可以看出平板电脑在便携性方面的吸引力。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符合您特定要求的正确工具。没错，而且技术在不断发展，因此保持最新状态并探索可用的最新选项是件好事。说得好，安娜，让我们拥抱能够改善生活并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技术。干杯，约翰！这是为了做出明智的决策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干杯！愿我们总能找到满足我们需求的合适设备，让我们的数字体验顺畅无阻。